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在刚刚官方发了官方邮件，关于军器专属铭文的补偿。那在国服那边可能还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因为国际服在昨天在更新，在昨天也是更新了心愿单的选项。那么在之前看官方邮件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们可能不会这么好心了，没有想到出来的结果也是如此。这个心愿单给我们抽选的部位呢，并不是说我抽到专属之后那肯定就是我想要的部位，而是你抽到10个专精铭文才给你选择你想要的部位。你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要大保底才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的部位。有些玩家真的是运气不好，一直抽到专精铭文，不过没有关系，最后他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部位，就是比较坑一点而已。就比方说我这个账号已经抽到了6次专精铭文，我的天啊，专精铭文还比我的专属铭文更多。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这个账号虽然是真的运气很不好，但是至少最后我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部位。而且这个心愿单的功能其实也是给我们知道自己到底抽到了多少个专精铭文，这样就不需要自己去做记录或者是一直去问客服了。而且有一些玩家他们一直持续抽同一个部位的军器，之前可能是有出过专属，但是在专属之前可能又有一些专精铭文，有很多专精铭文，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次的保底有多少了，所以用那个记录来看其实还蛮方便的。 OK， 我们回来讲转化道具。在之前就有说过它这个转化道具呢是有分成不同的阵型的，不过这个转化道具我有去问过客服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获得他们暂时讲是没有啦，但是我觉得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礼包或者是 KVK 里面一些成就可以获得转化道具，就像之前洗炼时也是只能通过活动获得，最后还不是一样进入了礼包。他这里就有详细说到你哪一个阵型有曾经拿过专属铭文。那我看到他这边的记录呢，其实没有写到我们 KVK 里面获得的专属铭文，但是我有看到我自己的账号是从来没有开过箱子拿到专属铭文的，有一次是通过活动，也就是那个指南针获得专属铭文，但是是有记录在邮件里面，还有包括你们在商店里面去替换的那些专属铭文呢都不计算在里面，但是这些转换道具可以用在 KVK 获得的专属铭文上面，所以你们要获得转换道具的条件也不是这么简单。所以像我这个账号只是拿到一个道具而已然后他补偿了30个洗炼师，但是这个账号其实有不少的专属铭文大多数都是从 KVK 中获得，不然就是去商店那边购买的。不过那么刚好我在活动中抽到的那个部位就是穷追猛击，也就是跟 KVK 所获得的专属铭文是同一个部位，并且你们可以看到我这里的穷追猛击都已经有3个了，也就是说我可以直接换掉一个。那如果你们要用这个道具呢，你们就必须要去书包里面，在军器里面点开使用，然后在右手边你们就可以看到你们要选择哪一个转换成别的部位，但是你们要记得它这个转化道具呢，只有指定那个部位的道具才可以转换成别的部位，也就是说它这个转化道具呢有分成不同的阵型之外还有分成不同的部位。那其实邪行阵我在其他的部位是已经有专属了的，所以你们要看清楚不要选错像我已经有旗帜还有书籍的专属铭文了，现在我要别的，我打算转一个徽章吧。那还好呢，就是我有3个同一个部位的专属铭文，所以我可以自己选择哪一个比较糟糕的我就可以转化过去。像是这边有2个都是所有伤害提升，我就不打算转换了，我打算转换司机的，因为它那边的数值比起所有伤害呢会比较偏低一点的，都是 2.5% 左右。那么你们在确定好之后就可以直接转换了，转换之后你的道具就没了，同时间也会重置你们的基础加成。不过我转化之后还可以接受变成生命值提升 3.4%。 那么反正都录影片了，我们来看一下我能不能洗炼成功看能不能拼到3维骑兵，所以我们把生命值锁着，看一下会不会比起之前还要更好一些。 OK， 2个都是加速，一个是步兵加速，另外一个是工程车加速OK， 没关系，我们还有9次机会再看。抽到一个骑兵防御，先转换。没了。那个防御 1.6 有点低啊，哇，来一个 1.5 更低啊。步兵的。等，差点看错。那个骑兵速度我差点看成攻击啊。工程车攻击跟工兵跑速。有个骑兵，哎呀，不过是攻击啊，防御力比较重要啊。而且我剩下2次机会，锁着第2个先吧不然没有机会了。不错啊，来了，最后一个攻击来了。不过这个3维系数有点低啦那么老实说没有比起之前还要更好啦，不过至少全部都是骑兵然后最后一次拼也是没有东西，所以就这样子吧我们赶紧去把这个专属铭文换上，全部都换在骑兵上面，我就只有骑兵有抽到专属而已。
么刚刚我是拿司机这个部位拿去转换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找所有伤害。OK， 就是这个了，专属铭文，这个比较好一点，它提升比较高。接着我们要换的就是徽章，我刚刚抽到那个生命值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这边要改掉选项，抽生命值。OK， 就是这个，然后替换上去。OK， 我的骑兵有12字了。不过我这里的提升不算是很高啦，对于一些大哥来说。不过确实这样子的替换方式呢，可以加快一些大佬获得16字的速度。但是对于一般玩家来说，就可能没有办法使用了，因为大多数玩家应该都是从 KVK 中拿到专属铭文。但是在前面我就有说过了，如果你是通过这些方式获得的话，是没有办法拿到转化道具的，也就是说我还要继续使用同一个部位的专属铭文。那老实说，真的是拉开了平民玩家跟大哥之间的距离。但是我讲真的，人家花钱拉开距离是很正常的。并且你们也知道啊，这个军器宝箱呢，也不是说每一次开出来都是有专属的，可能他们是花了很多钱才抽到专属。就比方说98这个账号，你们可以看到他拿到的补偿道具有多少个，你们就知道他之前到底花了多少钱。不过我问过98了，如果他把这个转化道具用掉之后，他就有16只的拱形正骑兵、16只的远程，还有12只的拱形步兵。他的远程终于16只了，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边补偿的道具都已经有2个远程了，就知道他为了抽远程的专属铭文到底花了多少钱下去。老实说，你们不要看我那个账号只有1个补偿而已，你们要知道那边也是花了不少钱。几乎每一次有活动的时候就会去买军器的礼包，有一些军器活动的时候都会去完成，但是也只有拿到1个而已。现在手头上还是有500个箱子可以开了，这个可能等之后直播再开给大家看吧。那也因为这个军器呢也比较花钱，讲难听一点就是比较坑一点啊。所以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没有看到这个邮件的，这个邮件只有那些之前有抽过专属铭文的玩家才会获得而已。洗炼石的补偿数量呢，是根据你抽到多少个专属铭文乘以30。像这个画面上你们可以看到他抽到4个专属铭文，所以补偿了120个。也还好他们还有一点良心，会补偿洗炼石，之前看公告的时候是没有提到会补偿的。毕竟在我们抽到专属铭文之后还是要去洗炼的，那边都已经花了不少的洗炼石。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分享给大家吧，关于一些玩家抽到军器专属铭文之后的一些补偿，还有转化道具到底是怎么样用的。不过这里也是做一个问卷啊，如果之后官方他把这些转化道具可能真的可以通过 KVK 中获得，或者是有一些礼包获得的话，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呢？如果真的推出的话，之后大佬可以更快的在短时间内获得16只专属铭文，就会跟一般玩家拉开距离，可能会引起一般玩家的不满。所以就在这边问一下各位，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